观众朋友、网友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付前少。美国商界和金融界撑不住了，华尔街想绕过拜登政府，直接找中国高层来会谈。那么到底发生啥？据美国权威财经媒体彭博社报道，美国商界的领袖正在绕过拜登政府，计划组织起资深人士与中国高层官员展开对话会谈，目标呢是在中国争取更大的市场和经济利益。特朗普时代，中美关系严重恶化，两国呢都对双方互相进行制裁。美国给中国产品增加了25%的关税，还在不断打压中国的高科技企业。那么拜登政府上台之后呢，表面上看似乎是想改善对华关系，但是实际上仍然没有实际进展。这对美国的经济其实已经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。美国与中国之间的贸易逆差不降反升。那么近期美国贸易代表、财政部长都表达了要反思对华贸易协议，甚至呢透露出要取消对华产品关税的意愿，甚至呢传出了美国财长要访华中国的声音。那么从美国政府的角度看，与中国恢复合作对美国的经济其实是非常重要的。但是拜登政府又面临着国内反华势力的压力，在具体行动上依然非常迟缓。现在美国对中国产品的依赖不是越来越小了，而是越来越大了。美国对华高科技企业的打压效果实际上呢也不明显。目前美国还面临着严重的债务上限、通货膨胀、贸易逆差等一系列的问题。如果美国政府还像前一段时间那样放不下身段与中国来谈判，那么华尔街的精英可能已经等不及了。他们的诉求是：一、结束与中国的贸易冲突，毕竟现在直接受损的是美国企业，是美国的民众，通货膨胀居高不下，这些都是要由美国民众、美国企业来买单的。第二呢，他们希望加强中美的金融一体化，想要中国进一步开放金融市场。那么这样的一个想法合理不合理？这样一个想法是否能实现？这可不一定，因为中国对金融管控一直是比较紧的，秉承底线思维，这样呢可以避免国际金融动荡对中国产生巨大冲击。当然，这样的一个政策也必然会影响到美国资金的流入，华尔街因此就很难收割中国。那么第三，在市场准入、数据安全和国际股票上，他们希望能够和中国呢达成一致。美国的资本市场是需要优质的高科技企业上市的，因为资本市场的繁荣是美国经济繁荣的基础。那现在它的股票市场繁荣是存在着大量水分的泡沫，不知道什么时候要破裂。从美国企业界和金融界他们的思考情况来看，美国政府现在想要打压中国，包括从政治、经济、技术、军事方面呢全面打压。但是美国政府的这种做法实际上和许多美国的企业界、金融界人士所要的东西背道而驰，因为华尔街要挣钱，这就是在美国内部呢形成了矛盾。拜登政府如果一直坚持特朗普的对华路线，中美在经济上就不可能有更紧密的合作，特别是在资本市场上。如果中国不对美国开放金融市场，美国的资本就很难获得高收益。当然，开放不开放，中国说了算，我们要从中国的利益来考虑这个问题。不过，美国的经济界和金融界企图通过民间的方式绕开美国政府，与中国政府进行谈判，这件事儿显然也是不靠谱的。当然，我们是可以利用美国内部的这一矛盾来推动中美关系的改善，起码是初步的改善。中美竞争的本质依然是国力之争，中国只是要按部就班地做好自己的事儿，就足以应对美国的挑战。因此，我们有足够的耐心。现在是美国开始坐不住了，那么就要争取在美国内部让他们形成一致意见，至少要让美国政府的高层多听听商业界和华尔街的声音。希望拜登政府能够改换门庭，让中美关系走上快速发展之路，这才对两国人民有利。好，今天介绍就到这里，谢谢大家收看。感兴趣的朋友，我们可以在下面的留言区留言交流讨论。我们下期再见。